陆远，你1个月3块钱的工资，拿什么养我？我刚刚晋级首席总工程师，这是穿越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刚穿越就赶上工厂倒闭不说，还被未婚妻退婚。陆远，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儿不能接受，毕竟你那么爱我，但可惜你就是一个下岗工人。你想说什么？我劝你识相点，把婚书交出来。李强哥他爸可是前进厂的车间主任。没错，你要是再缠着小梅，我让你在厂区混不下去。婚书，这前世还真是舔狗啊！婚书还揣怀里，看来不管是哪个年代，男人没钱都会被看不起。拿来吧你。那既然婚书给你了，从此以后咱就一刀两断了。不然呢？你还想纠缠我？以后不，从今天起，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陆云啊，从前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呸！宝贝儿，走。咱们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配不上我。欢迎首席设计师陆云先生上台领奖。我身为华夏最顶级的工程师，穿越到落后的80年代，一定以扬名立万，掀起浪潮，推动华夏工业的进步。太好了，云哥你在，跟我走。刘师傅那里一个大人物的自行车坏了，我们都不会修，走。在糖葫芦嘞！幸好有你啊！刘师傅儿媳妇生孩子，要是车子修不好，肯定要错过时间了啊！走走走，邪了门了，这链条也换了，飞轮也换了，这怎么还是卡呀？到底怎么回事啊？后轮轴承磨损过度，飞轮与中轴现存在3毫米的偏移，需要手动矫正链条。刘师傅，我还以为是个高手，原来是个毛头小子。这可是个大人物的车，修不好他可是要赔的。那这样吧，咱们打个赌，我要能修好的话，赌100块怎么样？100？修不好可不止100。刘师傅，无妨让他试试呢。我答应你的赌约，但你要是修不好的话，我要是修不好呢，我不光输100块钱，这自行车的钱我也赔。咋样？能修吗？小意思，手到擒来。看你那工服都打了补丁，你能赔得起？刘师傅啊，您这个车子呢，问题不在飞轮上，也不在于链条，问题不在飞轮，你说在哪里？您可以自己听听，问题在这儿。什么？是轴承出了问题？你确定？你这小伙子一点都不懂。云哥在我们厂里挺厉害的。得了吧，我修过的车比他吃的盐都多，这轴承好好的，怎么会有问题？我确定，不信的话你仔细听听。啊，这声音真的是轴承出了问题，滚珠磨损不匀。刘师傅都看不出来的问题，他竟然……我的天，这小子仅凭一双耳朵就听出来，简直神了。勋哥你真厉害。可惜了，诊断出来也没有用，这可是个进口轴承，要花不少钱呢。没关系，要不我帮你换吧。轴承你也能修？小伙子，你疯了！你这是要手工打磨矫正吗？哦，这可是只有高精度车床才能干的活儿。有时候啊，人手的精度呢，比机器更好。你看看。啊，他竟然真的修好了！手搓轴承，这怎么可能？神了，这简直比新的还顺溜。是啊，这小伙子的手艺精度竟然能赶上高精密车床啊！是啊，云哥可是我们大丰机械厂的。哎，可惜下岗了。这手艺或许能帮我们军工厂修好那台德国机床。
小伙子，你这手艺真是神了。来，这是100块钱，拿着。嗨，举手之劳。这本来就是刚才说好的，更何况我还有件事情想要你帮忙。什么事儿？您说。你会修德国进口那种高精密糖床吗？看来这个女人不简单，我扬名立万的机会来了。会啊。真的？刘师傅，你待会儿带他到咱们厂子里去，我先回厂子里处理点事情。好的，等我从卫生所回来，我就去。儿媳妇刚生产完，走，跟我来。看到没？这就是红星军工厂，咱们星城的骄傲。我外甥就在这儿当技术员，可惜呀，厂里花大价钱进口的德国设备出了问题，厂里请了德国专家来都没修好，几千号人等着开工呢。你说我能不着急吗？看来果然来对地方了，这将是我扬名立万的第一步。敬业，嘿，老刘，敬业呀，我给你请来一位高人。嘿嘿，你开什么玩笑？他这么年轻，他懂什么高精密糖床啊？这可是咱们秦厂长亲自点的人。秦厂长，这个糖床的主轴承有轻微的磨损，导致主轴在旋转的时候产生了不规则的谐波共振。我说的对吗？我说的对吗？你怎么知道的？谐波共振，这是德国专家昨天才提出的猜想啊！用耳朵听到的。用耳朵听出轴承的微度磨损，这还是人吗？这是神仙手段啊！来，陆兄弟，走，跟我走，来，走。废物，全都是废物！我们整个工厂的生产全靠这台机器了，如果再修不好，我们拿什么向上级交代？厂长，我们都真的尽力了。全都是废物，幸好我请了一个有本事的人过来。原来他是厂长，怪不得。老王，你干什么呢？没看到厂长正在开会吗？太没规矩了。秦厂长，我把陆兄弟给你带来了。老王，你是不是急糊涂了？就这么个毛头小子，他知道什么叫高精密机床吗？就是的，德国专家都束手无策，他一个下岗工人。哎呀，对呀，不行，我相信他。我的自行车轴承坏了，就是他帮我修好的。可是厂长，自行车和我能修好。真的是吹牛的。这个高精密糖床呢，我要是修不好就任凭处置，但我要是修好呢，能不能给我一个正式编制？我想要你们这儿高级顾问的位置。放肆！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和我们厂长在这谈条件？厂长，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赶出去，别在这儿浪费时间。好，我答应你。我给你1晚上的时间，整个车间的资源随你调动。但是陆羽，你可要想好了，高精密糖床可不是自行车轴承，如果你要是修不好，耽误军工生产，到时候牢底可是要坐穿的。没问题。这高级技术顾问，我势在必得。哦，住手！你们这是在胡闹！哦，住手！你们这是在胡闹！啊！
秦厂长，这就是你们解决方案，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毛头小子，你们这是在侮辱我们德意志的精密工业。小子，你知不知道这台机器，它每一个零件的公差都在1/1000毫米之内，这是我们德意志工业的明珠。不管你是谁，这种高贵的机器都不是你这种泥腿子能碰的。哪里来的跳梁小丑？不过是我扬名立万的垫脚石罢了。这人是人今天没跟的，现在们是那么那些相信的个呢，那些。然后每日里我们跟都跟了个人死呢。他怎么会说德语啊？对呀，Platino，服了，把这些表明呢。我们这就不是这人死的，他那那好像是人没死。一派胡言！报案！报案呐！把他给我赶出去！住口，克劳斯先生，你已经输了，现在请你让开，让陆云来选。我就看你们怎么把这台机器彻底毁掉！老王，你去给我准备一个梅花的扳手，再准备一个钢制的听诊器。好。哎，对了，给我准备一把最粗的锉刀，然后准备几张砂纸。用砂纸做什么呀？他绝对是个疯子，用锉刀和砂纸去修主轴承，这是对这台工业明珠的公开谋杀。厂长，绝对不行！这要是出了事儿，我们所有人都得上军事法庭了。都给我闭嘴，按他说的去办。好。问题就在这儿，拆开。真的是这里，有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划痕，太神了！竟然靠一根铁棍听出来的。快看，他竟然要徒手修复，手比机器还稳啊！可以了。开机。哎呦，哎呀，太厉害了！修复好了，太厉害了！可以了，不好了，厂长！不好了，厂长，出大事了！德国大使馆来人了，带着执法队，说我们盗窃了他们的机密技术，还要把他带走。有这样的事啊！参赞先生，您这边请。就是他，参赞先生。就是这个小偷，秦厂长，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位陆云先生通过非法途径获取了我国企业的核心知识产权。我们要求立即将他带走调查，并封存这台机器，等待我国技术人员前来鉴定。我看谁敢！哎，程林，你这是要干什么呢？这事关万事，影响重大，不是儿戏，你担待得了吗？我当然知道这不是儿戏，不过这里是我们华夏的红星军工厂，没有确凿的证据。想从我眼皮子底下带走我的人，谁给你们的权利？证据就是他自己，一个如此年轻的华夏工人，如果不是偷窃了我们德国的技术，他怎么可能修好这台机器？如果不是偷窃了我们德国的技术，他怎么可能修好这台机器？谁说我用的是你们德国人的技术？我用的是我们华夏人自己的手艺。华夏手艺，这位先生，我们讨论的是微美级的精密修复，不是你们华夏街边敲敲打打的木匠活。那要不然这样吧，参赛先生，不如咱们打个赌。老王，把工具拿出来。好。参赛先生，还有尊贵的克劳斯先生。不如你们在这块钢铁上设计一个你们认为最复杂、最精密的内孔异形的材料，而我只需要用这把锉刀和那台废旧的、已经报废的机床，用我们华夏人的手艺，可以把这个图形制造出来。我要是制造不出来呢，我任由你们处置，可以把我抓起来；但我要是造出来，你们必须向我道歉，而且还要向我们所有华夏人道歉。陆云，你是不是疯了？你可别冲动啊！这明显是给你下了套了。好交换，这是你的条件，你的条件我能接受。小子，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技术壁垒。
快好了，坐吧。内螺旋剑缩六角通道，这根本不是人类能做出来的。克劳斯，就算用你那台德国高精密糖床来做，你也不敢保证100%能做出来。你这是挑战呐！你这分明是谋杀！这可是陆先生自己说的，怎么怕了？克劳斯，本来以为你能整出什么惊涛骇浪，原来也不过如此。给你机会了，但是你不中用啊！那我就让你看看我们华夏的技艺。扬名立万，就在今朝。他竟然在徒手搓零件！对啊，这种技术也太厉害了！他怎么做到的？这怎么可能做到啊？这可是高精密零件呀！是啊，太厉害了！这是艺术品！不可能！合不合格，一测便知。看着就很厉害呀！分毫不差！哇！哎呀，太厉害了！这太厉害了吧！这真是神人呐！不可能！不可能！这厉害，太神了！陆师傅牛逼！陆师傅牛逼！我人都震惊了！陆师傅牛逼！牛逼啊！哎呀，真的厉害啊！秦厂长，这是天大的误会，我必须为我们之前的鲁莽道歉。陆云先生是伟大的工业艺术家，请您原谅克劳斯的无知冒犯，他眼界狭隘，我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道歉。我的天啊！外国大官竟然给陆师傅鞠躬道歉，真是太给我们长脸了！我说过了，得让他向我道歉，并且向我们华夏所有人道歉。克劳斯，你要让我们德意志民族蒙羞吗？对不起，我错了，华夏技艺非常了不起。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等等。这个送给你。我陆云的名号不光要在华夏，更要在国际上扬名。这是那台高精密汤床的改进方案。这只是张草图。这份方案比总公司研究了半年的方案还要完美。这份方案卖吗？不卖。不卖？为什么？这个我可以授权给你们，但是也不是免费的，有条件。什么条件？这第一呢，就是你们把这个机器造出来以后，必须无偿的送给我们红星厂一台。第二，今天现场发生过的所有事情，不能对我们日后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他只是在利用这次机会为工厂争取利益，他是在帮我。没问题，完全没问题。陆云先生真是高风亮节，您放心，我代表企业向您保证，所有条件我们都答应。并且我会立刻向贵国有关部门致公函，郑重表彰和感谢红星军工厂。走。哎呀，太厉害了！为咱们厂，为咱们国家争了光啊！秦厂长，任务呢已经完成了，不知道秦厂长是否满意？您之前答应我的那个正式编制……对啊，厂长。你看这贡献，这工业，你怎么也得好好奖励一下，是吧？陆云同志，我们红星军工厂现在正式聘用你为高级技术顾问。技术顾问不是技术员，这是什么级别啊？听说只有部里的专家才有这个头衔。没错，以后陆云同志享受我们军工厂最高级的工程师待遇。另外，厂里奖励你一套3室1厅的房子，今天就可以给你钥匙。不知道陆云同志满不满意？傻小子还愣着干啥？快答应啊！这是咱厂对你最大的肯定啊！非常满意。来，快！陆工啊，你别看秦厂长只是代理厂长，那对你呀可是重视有加呀。
你看看这套房子可是咱们厂位置最好的一套房子，多少人盯着了，都分不下来。总算在这个时代有个安身之所了。接下来我要在这个军工厂大干一场，做到首席工程师，赚到更多的钱来养民。那你看看还需要什么东西？锅碗瓢盆等，我让你嫂子给你送套新的来。不用了，王哥，那个剩下的我自个儿准备就行了。也是麻烦你，谢谢你。行，那个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来找我啊。好，那我先回去了。我送送你。真是，是吗？张嫂，这套房子搬进个小年轻，你家老张可是厂里面的骨干，为了这套房没少跑，也没批下来呢。切，还不知道厂里面哪个领导的走后门了。我呸！现在社会都被这些人给败坏了。切！不可能，陆云这个废物怎么可能当上技术顾问？还分了3室一厅，这消息啊，肯定是假的。一个下岗工，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走，咱去问个清楚，把他老底儿都给他揭出来。走。哎，我前进厂的李强，让你们厂的陆云滚出来见我。军师重地，贤而免进。哼，你瞎眼了吗？我爸是前进厂的车间主任。我管你是前进厂还是后进厂的，赶紧走，别在这妨碍公务。好，我们就在这儿等。我倒要看看他陆云能躲到什么时候。哟，就他吃饭的模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8辈子没吃过饭呢。张家嫂子，你嘴巴放干净点啊！这咱厂里请回来的专家，不是让你嚼舌根子了。嘿，专家？就他？王师傅啊，你这么大年龄了，怎么像年轻人一样拍马屁？你看看他那乡巴佬的样子，像什么专家呀？切！就他这乡巴佬模样，哪像个专家呀？吵什么吵？食堂是你家里开的菜市场吗？秦厂长，不敢。陆云同志的技术顾问是我亲自批准的，怎么，你有意见？不敢，秦厂长，你说的对，是我嘴贱，我该张嘴。陆顾问，你安心工作，厂里不会让有功之臣受委屈的。谢谢秦厂长。陆顾问，门口有人找，说是您的未婚妻。我未婚妻？对。他有未婚妻了。真的是他。陆云，你这个废物，到底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是不是偷了厂里的技术，从一个下岗的废物摇身一变成了顾问？你这个骗子！住手！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在我红星军工门口闹事！警卫，给我拉开！放开我！陆云是个骗子，你们被他给骗了。张梅，你来坐着，你告诉他们，陆云就是个下岗的废物，怎么可能是技术顾问？肯定是偷了什么机密。陆云，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天才，我之前说那些话都是为了激励你。现在你在我的激励下成功了，我们复合好不好？赵梅，你发什么疯？你忘了，你当着他的面亲手撕了你们的婚书，现在你指望着他回心转意？我看你才发疯，我接近你只不过是为了刺激陆云。你真以为是我看得上你一个小小车间主任的儿子？你没有镜子，总有尿吧？你说什么？蠢货！陆云那么爱我，我说什么都会答应你，你知道个屁！陆云，你看我为了你已经和李强划清界限了，你就原谅我之前说的那些话好不好？陆云，你可得想清楚，这女人明摆着利用你。哼，你个老东西，你懂什么？我跟陆云青梅竹马10几年的感情，轮得到你来插嘴？就你这种渣女也配得上我？最少也是秦冷月这样的女人才配得上我。没事，王哥，
这个人我不认识。陆源，你给我站住！你这个混蛋！陆源，你不能这样对我！是我激励了你，没有我，你还是个废物！陆源，你忘了你是怎么爱我的吗？说得对，这种女人要沾上就是一身腥。你小子脑子够清楚啊，是个干大事的人。行，那我先去忙了啊。这位同志，请注意你的行为，再胡闹我们就不客气了。你确定放下了？一个疯女人而已，我早就放下了，也不重要。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啊？秦厂长，您这怎么还给我买衣服啊？陆云，你现在可是我们红星军工厂的高级技术顾问，出门必须得穿得体体面面的，总不能穿得破破烂烂的吧？你还得浪费钱。不破费，这衣服啊，从你薪水里扣。这衣服好像挺贵的吧？那这得扣我多少钱啊？陆顾问，你现在一个月薪水120块，像这样的衣服，你一个月的薪水能买一卡车呢。120块，原来这个时代的高级顾问这么挣钱。接下来凭这一身本事，我要朝更高的方向努力。陆云，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红星军工厂的总工程师方正国，方总工。哦，方总工您好。你就是那个刚修好了德国高精度糖床的年轻人？是我。侥幸而已。我们这里是军工厂，1就是1，2就是2，没有什么侥幸2字。我们这里是军工厂，1就是1，2就是2，没有什么侥幸2字。方总工，陆云他还……秦厂长，没关系，不仅没关系，我晋升的契机要来了。方总工，我听说前段时间你们3号车间的技术出了一些难题，你们在燃油方面好像一直达不到国家的指标要求。没错。上面要求额定功率从520马力提高到580马力。怎么，陆顾问，你有什么高见吗？难道又想来一次侥幸，让我们的功率提高到580马力吗？我没有什么高见，只是有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是高压喷射泵结构啊！方总工好眼力啊！我用这个结构呢，可以更大限度的提升燃油的燃烧效率和雾化效果。能提高多大效率？可以让发动机达到580马力吗？而且，陆顾问，你为什么要帮我？方总工，你按照我这个燃油机的话，它的燃烧效率能达到最少600马力以上。如果达不到呢，我这个顾问当场辞职。预喷射，这你是怎么想到预喷射的？怎么能保证这个主喷射的压力能够稳定啊？还有这个可变正时提前角的设计，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快跟我说说。方总工，是这样。差不多就可以了。啊，我服了，秦厂长，这陆云呐，真是个天才，你捡到宝了。陆云，你总是能给我惊喜。秦厂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都停一停，手上活都停下来。方总工，出什么大事了？都过来，都看看这张新图纸。这是全新的结构设计啊！我的天哪，方总工，这难道是苏联专家给的新方案？这是咱们厂新来的陆顾问设计的。什么？陆顾问？那个20出头的小伙子？
他不是个修理工吗？怎么还会设计发动机？方总工，您看这上面，好多都是现在国际上很不成熟的理论细节，而且他要求加工的精度极高，我们厂的设备根本达不到。这图纸根本就造不出来吧？放肆！我相信陆顾问。从现在开始，在场的各位全力攻关，3天之内必须造出第1台样机。平市长，你真是没看着厂里那些老师傅是咋夸陆云的，说什么大手一挥，5分钟不到就画出个神图来，把咱们厂半年没解决的发动机问题全解决了。给你的设计还起了一个特别威风的名字，叫什么乾坤无极高压喷射一体泵。没那么夸张，王师傅，我做这些呢都是我该做的，都是为了给咱们华夏服务。车长，方总工请陆工赶紧去趟3号车间。怎么了？样机试制又失败了。什么？方总工，到底怎么回事？金厂长，你来吧。我们按照这个图纸试了3次，全都没有成功。怎么回事？厂长，你问他，问这位陆大顾问，他这图纸根本就是瞎搞，纸上谈兵。对啊，理论图纸画的再漂亮有什么用？根本不考虑我们实际的生产情况吧？这根本就不是现在的工艺水平能生产出来的东西。孙师傅，你可是我们厂技术水平最高的8级车工，连你也造不出来吗？厂长，不是我老孙技术不行，而是他这图纸根本就不可能实现。2个毫米的公差，你告诉我怎么做？就算神仙来了也做不到吧？那我就给你点小小的震撼，让你知道我不仅能胜任高级顾问，首席顾问也未尝不可。老孙啊，把你的工具借我用用可以吗？嘿呀，陆顾问，我承认你画图只是专家，可要说操作机床，你怕连我带的徒弟都不如吧？啊！孙健，怎么跟陆顾问说话呢？没关系，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好一个拉出来溜溜！陆大顾问，工具我给你，我倒要看看你能给我造出个什么金疙瘩来。哎呀，看吧，我就说他不行，装模作样，看个报废件有什么用？我看他就是心虚了，连车窗怎么开都不知道，拖延时间呢。就是。金厂长，别着急，再等等。陆大顾问，来吧。不对，这个手法，测测吧，快拿测量尺测一下，快！零公差，这光洁度，这不是人能造出来的东西啊！简直是神迹，这才是真正的人机合一啊！陆顾问，陆顾问，我错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这不是宗师级，您这是祖师爷下凡呐！孙师傅严重了，没有造不出的零件，只有不用心的工程师。以后我们大家呢一块努力，共同奋斗。都给我听着！从今天开始，陆顾问说出每个字都代表我的意思，谁敢违背，给我卷破怪拳，滚蛋！陆顾问，这柴油机发动机的项目呀，请你来总指挥，我们红星工厂需要你。陆云，你就别犹豫了，既然方总工都已经认可你了，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为了国家任务，上吧。好，那我就当仁不让了。总指挥嘛，听上去也不错。那我也不推辞了，大家伙儿开工！开工！好。 2号零件给的温度不对，出口温度再提升15度。好的。
这个传动装置呢，一定要改成37度，减少液压组。还有这边，进度加快了，垫片的扭矩是20牛每米，不能多也不能少。成了。我宣布，第一次功率测试开始。报告，稳定功率615马力，是615马力。成了！哎呀，成了！陆顾问，你是我们红星厂的功臣，我方振国为我之前的无礼和质疑，向你表示道歉。陆顾问，我孙健是个粗人，之前多有得罪，从今往后，您才是我们厂技术第一人。方总工，孙师傅，你们严重了，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红星军工厂。陆云，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今晚我请客，国营饭店不醉不归。好。陆云，陪我走走。陆云，今天谢谢你啊，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发动机的成功研制让我看到了我们红星军工厂的希望。陆云，请你救救红星军工厂。秦厂长，你不用这样，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我们工厂最主要的生产任务是63式装甲越野车的变速箱。变速箱？没错，我们工厂之前生产的老式变速箱已经逐渐被淘汰。今年上级给了最后期限，说今年年底如果研发不出新的变速箱，我们红星军工厂将撤编解散。好不容易当上顾问，难道又要下岗？10几年前，我们工厂里有一个独立研发变速箱的小组，他们那一年差一点就成功了，只可惜最后功亏一篑，还导致了重大安全事故。从那以后，上级就下令强制解散这个小组，所有的技术资料全部封存。我会想办法把当年封存的那些技术资料全部找出来给你。你有信心帮我挑起重担吗？行，我试试。谢谢你。不客气。明天带我去看看吧。走。就是这里。秦厂长，陆顾问。秦厂长，我们昨天的样机呀，得到反馈了，领导们啊特别满意。哎，等等，你们怎么来资料室了？方总工，咱们进去吧。哎，刘科长，我是秦冷月，我想调阅当年63式装甲越野车的变速箱研究项目。变速箱？厂长，你这是要重启变速箱的研究？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当年的事。方总工，我意已决。刘科长，麻烦您把资料调给我。秦厂长，这是永久封存的 A 级档案，没有保密司令科下发的红头文件，任何人不得查阅。您请回吧。刘科长，我知道当年的事故对您影响很大，但这是我们厂里如今最重要的攻关项目，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我们这次真的有希望攻克他。这就是新来的年轻人，听说修好了德国人的机器，还用一张图纸解决了发动机的问题。哎，对，他就是陆顾问。刘科长，陆顾问可是很有本事啊，我们刚造出来的样机就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了。笑话，当初那些几十上百个来这里研究的专家，哪一个没有受到上级的表彰？
上百人的专家团队拼了命的研究，没有翻过这座大山。现在就凭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就想翻得过去？年轻人有冲劲儿是好事儿，但技术不是靠嘴皮子，也不是靠运气。有些领域是禁区，闯进去是会死人的。刘科长，您说的对，咱们这个行业呢，靠的是真才实学。所以呢，我只想问您3个问题。你说。据我所知啊，当年你们设计的那款新齿轮的变速箱出现问题，是因为齿轮的干涉，导致了变档的时候冲击力太大。你怎么会知道？通常国家里的话，解决这些问题呢，只用3种方法。第一是增大齿轮的宽度，第二是增大变速系统的时候的材料，第三是在液压系统中增加一个延时阀，对吧？你到底是谁？这些高级传动理论，你怎么会懂？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问你的问题。当年你们增添的那个延时阀延迟的时间到底是多少？ 0.3 毫米还是 0.5 毫米？延迟的时间一共是 0.3 秒还是 0.5 秒？回答我。我看来刘科长是把这些东西都忘了。那好吧，这些东西我不需要了。陆羽，我现在只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后山仓库里那些变速箱的残骸。什么？刘科长，你就守着你这堆破材料等着发霉吧。我不用你这些破材料，只要那堆烂铁，一样可以造出最新型的变速箱。我华夏的先辈，不知有多少人前赴后继，呕心沥血，最后却换不回来真正的硕果。只能像他这样孤独蒙尘。也许老天爷冥冥之中让我回到这个时代，就是为了改变这一切。陆云，你在想什么呢？没什么，有了这些，秦厂长，我保证3天时间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陆顾问，使不得，这可是精密结构啊！这不可能啊！我是在做梦吗？这就是传说中的庖丁解牛啊！看到了吧？魔术的参数有问题，为了刻意的追求效果的话，刻意的增大了它的齿轮的这个数据，却忽略了在高速运转下的跟切现象，这首先就是一个硬伤。还有这个材料选的不对，高温状态下的话，摩擦的这个效果是全无的，导致滑档，根本没法用。陆顾问，您随便看上2眼就能看出这么多问题，这可是我们红星厂多年攻关未果的难题啊！其实呢，想解决这些问题啊，并不难。这些呢，都是我们前人的经验。这样，我现在给你们画一个真正的变速箱，让你们看看长什么样。就让你见识一下50年后的变速箱长什么样吧。这是全新完整的变速箱设计图啊！3排行星共用1个齿圈，天哪，这是怎么做到互不干涉的？这简直是天才的设计啊！不止如此，你看，这液压板阀的设计简直是天才的设计啊！太好了，方总工，陆顾问已经把设计图出了，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做出来？厂长，这个设计我们做不了啊。做不了？为什么？难道这设计图有什么问题？不，陆顾问的设计太过于完美了。厂长，你看，这个带有可变弓角涡轮增压的，它理论上是将设计的变动，它的效率提升至少15%啊！
可是它这个曲面叶片的加工啊，需要5轴的数空起床才能完成。我们厂最先进的设备就是那台德国的3轴弹床嘛。不止如此，还有这里，图纸上要求的是耐高温的铜基材料，可是我们国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材料呀。难道就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吗？陆顾问的设计真的是太过于完美了，完美的已经领先了我们国内工业生产的20年，我们真的做不了。我当是什么事儿啊？谁说设计超前，咱们就造不出来的？咱们没有5轴的机床呢，那我们就造不出这个双叶的叶片了吗？咱们呀，首先呢，可以把它分成3个部分，然后呢，用我们现有的3轴机床就可以造出来。当然了，我们需要使用到我们常规的这个高温的焊接技术，只要把它联系在一起就可以了。强度可能会低一些，但是连在一块儿，最起码还能用。对呀，分解开来加工，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啊？高频铅焊，这个技术我们有啊。还有啊，当然了，我们这个铜制的摩擦材料目前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用石棉的设计。这个石棉呢，它怕高温，那我们可以给它降温。我们在离合器里面呢，可以给它加入一个冷制的液态混合器。当然，成本虽然是高，但是呢，我们问题会解决吗？陆顾问，你这是在教我们思考，让我们用设计来弥补工艺的不足。这对我们工程师来说呀，这个思维比这张设计图纸还要值钱呢。好，咱们目前的生产方案就这些，大家伙儿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下面我宣布63式主战装甲越野车的变速箱项目由陆云同志担任总设计师。现在项目正式启动。好。方总工，你去设置一下图纸，然后尽快出详细的生产方案。是。孙师傅，您去建材库看一下材料，把这个钢材和耗材准备齐全，保证完成任务。王师傅、李师傅，你们去校准一下设备的精度，别出一丝一毫的差错。放心吧，陆顾问。好了，开工。好，走。咱们这一块呢，对于温度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注意一下啊，注意这个声音啊，都用耳朵去听，注意一下切削量。好的。陆云，幸好有你。会成功吗？嘘，别说话，别打扰他。这精度比图纸上要求的公差还整整高了半个等级啊！我们成功了！我的天，这都是陆顾问的功劳啊！是啊，要不是陆顾问教我们那个听声辨位的绝活，我们怎么能造出这种精度的零件？哎呀，陆顾问，忙碌一整天都没怎么休息，喝杯水吧。谢谢。该说谢谢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能爆发这样的潜力，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跟他们说努力就好。陆顾问，陆顾问，厂长，我们的所有零件全部验收合格，照这样下去，明天我们的第1台样机就能装配完成了。厂长，陆顾问，不好了，出大事了！厂长，陆顾问，不好了，出大事了！出什么事了？上级派来一个技术核查组，要连夜审查我们的变速箱项目，带队的是陈岩长官。啊，是那个技术屠夫，陈岩。技术屠夫？陆顾问，你有所不知，那个陈岩是上级保密机构的技术疯子。任何项目到他手里，哪怕是一点点瑕疵，就算是这个理论上的不合理，他都会一刀切除掉啊！厂长，我们的项目不会的，我们现在连样机零件都已经造出来了。厂长，可是我们的设计是充满了妥协和变通的降级版啊！这个设计在陈屠夫的眼里，那肯定是审核不过的。慌什么？他是来查技术，不是来查图纸的。现在把所有的装备都给我装起来，我们用实力说话。
秦厂长，我们不请自来了。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重大技术突破。陈长官，这是我们连夜赶工制造出来的样机啊！哼，竟然取消了外部冷却管路，你们是狂妄自大，还是根本就没来得及装？陈长官，您误会了，我们这个设计是内部冷却系统，不需要。我不想听解释，把图纸拿过来。陈长官，3排行星轮共用尺寸，这是谁的设计？简直是胡闹！从根本上就会产生干涉。为了追求传动比，连最基本的设计原则都不顾了。还有这个涡轮叶片用铅焊拼接，你这简直就是在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这就是你们上报出来技术成果？哼，一个充满了一级错误和安全隐患的东西，简直就是垃圾！我宣布，这个项目到此为止。你们红星厂这是在浪费国家资源，是渎职。陈长官，图纸是图纸，机器是机器，你连测试都没有进行，就直接宣判他的死刑，这不公平。公平？秦厂长，你用这种糊弄人的设计上交给国家，你跟我谈公平？我告诉你，像这种低级错误根本就不用测试，从图纸上就能看出来。我陈岩的眼睛就是屎。厂长，你就是那个所谓的总设计师，毛都没长齐，还敢挑战主战越野车的变速箱设计？年轻人，我劝你一句，技术靠的是积累，不是靠投机取巧和胆大包天。把机器架到架子上。你说什么？我说把它吊起来，架到那个架子上。你刚才提出的所有问题，他会给你答案。好，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表现。我警告你们，这台测试样机要是在测试途中发生炸机，所有的损失你们红星厂来承担。陈长官，陆顾问他不是那个意思，这吊装！所有人退到安全线以后。陆军，往后退。我相信我的设计。我也不需要。陆云，我相信你。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机器。我们也相信，我们也相信，我们也相信。反了你们！我会如实将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上报高层，开始测试。不对，这声音。加档位，1档，2档，3档，4档。长官，这噪音比原版低了40%，还有震动、峰值震动不到原来的1/3。满载运转。陆云，我相信你，绝对不会让我失望的。看功率，功率是多少？655马力。长官，他超越了设计极限。不可能，这不可能！发动机设计的极限输出功率就是615马力，它怎么可能跑到655马力？这一定是仪器出问题了，一定是仪器出问题了。仪表器没有问题，是我们对于传动的运动效率出了问题。我将这台机器的传动效率提到了最高，然后将它的损耗降到了最低。它比正常的变速箱要提升了10%的运动效率，这样增大了它最大的输出效率。你到底是谁？我是我们红星厂的工人，为了国家的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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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礼！我陈岩撤回我刚才所有的话，向你们，向红星厂所有的技术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技术升级，这更是可以载入我们国家工业史册的伟大进步。好，陈长官，来喝茶。秦厂长，
现在我需要你们立刻投入量产。我代表保密机构向你们红星军工厂订购300台，不，500台。500台，秦厂长，有了这500台订单，我们厂子就有救了。祝贺你，秦厂长，红星军工厂在你的手上，终于看到恢复荣光的希望了。陈长官，谢谢你，你放心，我们一定加班加点，保质保量的把这500台机器造出来。厂长，我们造不了。陆英同志，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为什么造不了？陈长官，我们的第一台变速箱是几乎集结了我们厂里所有的老员工，然后几乎用手搓的方式，一点一点的造出来的。咱不说别的，单说这个增压的阀门，全场除了我，还能有第2个人能制造出同样精度的要求的人。陈长官，您之前在车间指出的那些图纸上的问题，我们确实也存在。我们下来以后呢，可以用监督监管的方式，尽量去规避这些问题，然后用我们的经验和手艺去弥补。但如果您想要量产，这些问题是不可规避的。这台样机要是不能量产，那么意义就小了很多。陆云，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办法也不是说没有，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变速箱的问题，而是制造高精密的零件的那个机器有问题。那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去制造一台能制造高精密零件的机器呢？什么？那可是0.001毫米的高精度模床啊！陆顾问，这可是被西方技术封锁，号称最顶端的工业明珠的工业母机啊！陈长官，您还没有回答我，造还是不造？造！经费我来想办法，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给老子造出来！陆云同志，要钱我砸锅卖铁去申请，要人所有的技术专家随你挑。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有几成把握？什么？一成把握？陆顾问，这1个月，我让我们华夏的第一台高精密的零件仪器在这里诞生。你能不能跟陈长官说说，别搞这么大的阵仗了？我现在就去个厕所，他们恨不得跟我一块挤进去了。这可不行，陈长官可是下了死命令的，在曙光1号母机造出来之前，别说是人了，就连一只蚊子都不能叮你。你现在可是我们军工厂的头号大宝贝。图纸呢，他们已经画出来了，然后厂工们过2天就可以动工去浇灌母机的底座了。陆云，谢谢你。为了国家的荣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陆云，陆云，我从小在这个院子里长大，听着机器的轰鸣声，闻着机油的味道，这里就像我的家一样。原来这里是他长大的地方。陆云，如果我不做点什么，他就会彻底消失。我不甘心，他为这个国家付出了那么多，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不该就这样消失在岁月里。说实话，我本来也绝望了，但是直到你的出现，又让我看到了希望。陆云，谢谢你。等我们这次成功完成任务，变速箱成功量产，我们红星军厂就能活下来。到时候你想要什么奖励，我都答应你。秦厂长，我说过，这些都是我该做的，为了国家，当然也为了我自己。吃什么？让厂里给你做。我小时候最爱喝我妈炒的大麦茶。诶，这不是秦厂长和陆顾问吗？孤男寡女的，有说有笑的，一定有问题。
哟，这不是咱们厂的大功臣陆顾问吗？李姐，你少说2句。陆顾问的技术是咱厂公认的，他一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技术？还不是有人把功劳硬塞给他？孤男寡女的，成天往办公室跑，也不知道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切！无法无天，这群人的精力都用在嚼舌根上面了吗？简直就是厂里的毒瘤。秦厂长，您消消气。不过人言可畏，您和陆顾问还是最近稍微保持点距离。保持距离？为什么？我告诉你，亲者自亲。秦厂长说的对，小刘，咱们秦厂长跟陆顾问那是纯洁的，为了咱们厂未来的同志情谊，怎么能让这些阿杂在这玷污？老王，你过来一下。这件事，你怎么去办？厂长您放心，我一定让这些造谣人全都给我闭嘴。给。这是大麦茶。我小时候最爱喝我妈炒的大麦茶，原来她连这个都记得。陆云，外面那些话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亲者自亲。你现在获得的荣誉都是你自己的双手挣出来的，大家都有目共睹。秦厂长，你放心吧，几句风言风语不重要。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曙光1号的设备框架今天正式宣布制作成功。好，好，好啊！太好了，终于成功了。各位工友们，陆顾问为了咱们的曙光1号殚精竭虑，但是没想到就在咱们准备埋头苦干的时候，竟然有人在背后诋毁他、侮辱他。我问问大伙，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事儿啊，这会谁啊？陆顾问为了咱们的曙光1号，那是吃住在车间，带领大家伙一步步的攻克难关。秦厂长为了咱们厂的未来，那是四处奔走，求爷爷告奶奶。他们2位是为了咱们厂几千号人的饭碗，在一起努力战斗的好战友。有些人思想龌龊，内心阴暗，这么纯洁的同志情谊，竟然被他们说成什么乱搞男女关系，这是对我们工程的侮辱，也是对我们秦厂长的玷污。我红星厂工人绝不答应。王公说的对，我们绝不答应。把造谣的人抓起来，赶出工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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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要给我的交代。阵仗不小啊。大家伙儿稍安勿躁。首先谢谢大家，也谢谢王哥。就像是王哥说的，咱们大家伙是一块拼搏过的兄弟。目前呢，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的放在生产上，尽快的去造出我们的曙光1号，让外边的人也看看我们红星厂的工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家伙有没有信心啊？对，抓紧生产，重铸辉煌。好，对，说得好。同志们，陈长官特批的特殊合金到了，这就是咱们曙光1号的心脏。我的乖乖，这就是那块价值100万的材料，看着就金贵。陆顾问，材料到了，咱们可以正式开始制作最核心的传动部件了，胜利就在眼前。这个核心部件的话，精度要求是头发丝的1%，必须有2名宗师级以上的老师傅同时用机床操作，才可以保证万无一失。孙师傅，这价值100万的材料，有关系到咱们未来的发展，我可就交给你了，机会可只有一次。陆顾问，您放心，我这把老骨头，今天就拼着。
这润滑油使用超过300小时了，粘度不对，赶紧换。好的。哎，3号轴承有颗钢珠有轻微的磨损。不对了，调松2颗。哎呀，简直神了！光靠听和摸就能知道问题在哪，不愧是陆顾问呐！都让让，都让让！市工业司的马主任来视察工作了。都让让，让让让！市工业司的马主任来视察工作了。马主任，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我要再不来，你们红星厂就要捅破天了。听说你们要自己制造高精密磨床，还敢把这块价值100万的上级特批合金拿来挥霍，简直是胡闹！马主任，这是我们厂内部的技术攻关安排，已经报备过上级了。内部安排？这块合金是保密机构陈长官亲自盯着的，你把它交给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出了事情谁来担这个责任？你这个厂长还想不想干了？马主任，您误会了，陆顾问是我们全厂公认技术最高的。公认？我只认证书和资历。我以市工业司主任的名义命令你们立刻停止这个荒唐的计划。工业母机是西方最高的工业明珠，凭他一个毛头小子怎么可能造得出来？来人，把这块珍贵的特种合金封存了，交到市工业司保管，等市里组织专家评审，出一个稳妥的方案再说。什么？要把这块材料带走？凭什么呀？这是要断我们红星厂的根啊！哼，你们这是明抢！这块材料是保密机构特批给我们红星厂造曙光1号的，你们不能带走！老东西，怎么跟我领导说话呢？都给我让开！马主任，孙师傅说的对，这批材料是保密机构特批的，用于工业母机核心制造。你想带走它，请问问过上级领导的意见了吗？问什么问？就凭你们能造出来啊？就靠它？就凭我们所有人。反了！你们想干什么？江乐月，看看你管的这些手下，我告诉你，要是你们现在停止，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但是你要执意继续，出了任何问题，后果自负。马主任，您是领导，您如果来视察，我热烈欢迎。但我们红星厂的生产工作，还轮不到外人来指手画脚。你，全体都有，开工！好，开工！好，干活！哼，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把这块价值100万的材料糟蹋成一堆废铁的！何师傅，我怎么说来着？坏了吧？失败了吧？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我就说你们不行。这不是坏了，这是声音，这吃进去了。方总工说的没错，当机器、人还有材料完美的结合的时候，它就不会有多余的震颤，所有的力量全部集中在了打磨上，就不会产生多余的声音。这证明刚才的切磨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状态。陆顾问，我们成功了！成功了！哎呀，你们成功了！太好了！哎呀，好啊！搞科研攻关嘛，就是要敢闯敢干的精神。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国家工业做出贡献。我们走。我们成功了！就这样，狼狈相。
线路检查完毕，正常。润滑系统压力正常，冷却循环系统启动，正常。准备试线。通过检测，全部达标。我们成功了！好啊，太好了！哎，老王，咱厂长和陆顾问这是咋回事啊？哎，方长工，这你就不懂了，这叫同志情谊升华了。好的。刚刚接到首都保密机构陈长官的电话，我们曙光1号项目研制成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他们要求我们立刻派核心技术成员亲自到首都进行当面汇报。方总工，您作为咱们厂里总工程师，这次汇报由你。哎呀，秦厂长，我这老腰不行啊，昨天调试设备的时候不小心给闪了，我出不了远门啊，这。是啊，秦厂长，方总工这老毛病了，不能颠簸，要不让陆顾问陪您去吧？啊，没有比他更了解细节的，我看他去最合适。好吧，陆云，你去收拾一下，明天陪我去首都。是，秦厂长。那秦厂长，我先回去歇着了啊！哎呦，你慢点啊！哎呦，慢点！老王，我这演技怎么样？高，实在是高，就得给年轻人创造机会吧。快走吧。汇报总算顺利结束了，陆云，走吧，我们先去吃饭。哎，小月，真的是你啊，冷月，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苏文斌，这么久没见了，你还是那么漂亮。苏文斌，你给我放尊重点。哎呦，不好意思，这我刚来太激动了，你啊别生气啊。你有事吗？我可都听说了。你放着那首都的好单位不去，跑到这个乡下小厂子来当个什么代理厂长？你说你跑到乡下来干什么？这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啊！我做什么工作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你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就先走。哎，冷月，你看看我，现在在外贸司工作。你看这什么进口的手表啊、衣服。还有这个香水，你想要啊？我通通都给你弄过来。陆云，我们走吧。哎，这位是红星工厂的工人陆云。哦，原来是个工人。这样，现在没你什么事儿，我跟你们厂长是这个青梅竹马，我们要叙叙旧。你呢，就自己先回去吧。啊，谁跟你是青梅竹马？苏文斌，你别胡说八道。阁下是在外贸司工作，那想必对国际形势非常了解。我们外贸司呢，每天就是了解一些国际上的新闻资讯啊，还有这个外贸信息。像你们这种乡下小厂是得不到的。是啊，遇到您呢，确实是我的荣幸。是这样的，就是苏先生，前段时间我看报纸看到一个什么8桶协议，像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也没有什么文化，不太懂。您是大单位的，有见识，您能解释一下吗？这个8桶协议，对，8桶协议嘛，这顾名思义，就是国际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外贸协议。这个东西呢比较复杂，像你们这种小工人是了解不到的。哈哈，苏先生还真是太有文化，太有见识与格局了。8桶协议，全称巴黎统筹协议，是西方对我们华夏高精端技术进行封锁和禁运的协议。苏同志身在外贸司，连这点都不懂，麻烦以后不懂的话，多虚心学习学习。臭小子，你敢耍我？
秦厂长，咱们厂里好像还有些事情。好。陆羽、秦老爷，你们给我等着！陆羽，刚才苏文斌说他跟我是青梅竹马，是他胡说八道的，你千万不要相信他。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跟他根本就不熟，只是他父亲和我家有些渊源，小时候来过我家几次罢了。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相信你，不过秦厂长，你在脸红什么？我只是不想影响你工作，回厂里。走。好消息，刚刚陈长官亲自打电话来说，我们曙光1号的项目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了国家最高层的重视。2天后，工业部的钱卫东副部首将亲率考察团来我们厂里视察，并对我们厂里进行嘉奖。哎呦，这钱副部首，我的天哪，那可是副部首啊，竟然来咱们厂嘉奖，我们。陆顾问，我们的红星厂这次可沾了你的光了。哪里啊，这都是咱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好，太好。陆顾问，我家的水管给爆了，这屋里都流成河了，您会修吗？哎呀，王哥，我又不是水管工，你当我神仙啊，啥都会。哎呀，你说这大半夜的，那维修班都下班了，这可咋办啊？你先别着急啊，你把总阀门关了，剩下的我帮你去关呗。哎，那太感谢你了。哎，陆顾问，那总阀门就在女浴室旁边那水房呢。啊，哎，咋？女浴室边上就是这里。老王，总阀门我关了啊！陆云的声音。陆云。秦冷月，秦冷月，啊！陆月，不好意思，我先走了。不好意思啊。我看你就是故意的。陆顾问，哎，陆顾问，昨天真是太谢谢你了，不然我们家就成水帘洞了。没事，举手之劳而已。哎，钱厂长，早上好啊！哎，这钱厂长怎么了？吃强药了？陆顾问，你们俩闹别扭了？嗨，没有啊，挺好的啊。领导，您小车慢点。预备！别那么拘谨嘛，小秦、小陆啊，
首先，我代表部里对你们红星厂以及陆云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和最诚挚的感谢，你们为国家立下了大功。钱部首，您过奖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曙光1号的诞生啊，意义非凡，是我国工业历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但是小秦呐，我必须要告诉你，这样的国之重器必须得到更好的资源倾斜和最高级别的保护。钱部首，您放心，我们红星军工厂一定会竭尽全力给曙光1号最好的资源和待遇。小秦啊，红星厂的历史悠久我知道，但第一主要任务还是生产，技术力量和研发环境都相对薄弱，所以部队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曙光1号项目整体移交至首都第一机床研究所，陆云同志一并调走。钱部首，陆云同志是我们厂的核心技术成员，您不能调走他。是啊，钱部首，我们红星厂在陆云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好不容易研发出了曙光1号，这是我们全厂工人的希望啊，也是我们的命根子呀。个人感情要服从国家大局，这点道理还要我教你们吗？秦厂长，方总部，这个首都1所的条件确实是红星厂无法比拟的。曙光1号，你们可以拿走，但陆云同志绝不能调走。陆云同志对于我们红星军工厂来说，比我这个代理厂长更加重要。如果您非要调走他，我现在就地辞职。没想到居然这么护着我。小秦啊，要不要问问小陆同志的意见呢？小陆同志啊，忘了告诉你，部里决定由你来担任曙光1号的副总指挥，授予高级职称，享受国家级专家待遇。国家级专家待遇，对，陆云啊，这是钱部首亲自向上面破例为你申请的。实话告诉你，国家级专家待遇连我都没有，你可不要辜负了钱部首的一番好意啊！陆云，你去吧，红星厂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况且，钱部首也是真心实意为你好的。厂长，你怎么能……闭嘴！秦厂长，这是要赶我走吗？我可从来没说过要离开红星军工厂。陆云，你疯了！这可是国家级专家待遇，是首都，你如果错过了，这辈子就没机会了。钱部首，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您这个调令恕难从命。小陆同志啊，你要想清楚，这关乎你的前途，也关乎国家重器的未来。钱部首，我想得很清楚，也感谢您的好意，但是可能有件事您误会了。我们曙光1号，它不仅仅是属于我陆云一个人的，它是属于我们整个红星军工厂的。曙光1号，它不仅仅是一张图纸，也不是一台机器，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曙光1号的诞生，集结了无数的不同的模型和难以常规用人手去操作的一些复杂的系统，一个复合体。它是我们千千万万的红星工厂的工人没日没夜的加班的心血，它更是我们红星厂的工人所有思想的结晶。可以说，曙光1号属于我们整个红星军工厂。当然，还有一个事情，红星军工厂呢，当时我是处于任务的要求，所有的东西我研发的比较仓促，可以说它的研发并不够完美。不完美？是的，它还有大量的可被提升的空间。钱部首，如果您信得过我，信得过我们红星军工厂的话，您不妨把曙光1号留在我们这儿，让它继续去收集数据。只要有这些数据的支撑，我就能再研发出曙光2号，它将是一个更加全新的、完整的新的一个状态。钱部首，不知道这样说你满意吗？小陆同志啊，你可是给我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好，我就答应你，曙光1号就留在红星厂。谢谢领导。谢谢钱部首。陈岩，到，立即通知下去，部里将对红星厂进行资源整协，全力支持后续研发。以后
红星厂将是部里的重点联系单位。是。谢谢钱部首。别忘了你答应我的曙光2号就行了。保证完成任务。小秦厂长，部里这次给你们的500台变速箱订单，要抓紧生产。等完成了这笔订单，你这个代厂长的代字就可以去掉了，也当做这2年你对红星厂付出的奖励吧。钱部首，我有一个请求，把对我的奖励换成对陆云同志国家级专家待遇的保留。我钱卫东给出去的东西有收回去的时候吗？这是啥意思呀？意思就是都保留。钱部首，钱部首，陈长官，我诉讼你们啊！陆云，谢谢你，留下来。首都虽好，但没大买茶香。2个月500台，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必须加快生产。厂长，你放心，曙光1号已经调试完毕，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我保证完成任务。等一下，咱们的任务可能完成不了。什么？什么？陆顾问，你说咱们的生产线现在很慢，按照这个生产效率，我们2个月绝对完不成。不行，这是我们厂生死存亡的关键，就算24小时不休息，不眠不休，我们也要把这个订单砍下来。陆云，你有什么想法？我们改造生产线。大家呢都过来看一下，我们目前的生产模式呢太落后了，是很典型的前苏联的模式。从这个物料搬运区开始，一个物件呢，它从一个毛坯再到一个成品，一大部分的时间呢，全都浪费在了运输和等上了。我的想法就是彻底推倒，然后重来。我们首先呢，以这个东西为一个主干线，然后呢，把它划分成3个区域，这3个区域呢，都围绕这条主线来进行划分，这样我们的效率呢，就会大大的去提高。当然，我有信心啊，咱们这个改完以后，我们的效率呢，最少能提升2倍。好，就这么干。好，陆云，厂里的人、物、权，一切都由你来调配，你来当总指挥。同志们，我知道推倒重来很辛苦，但是呢，留给我们的时间只剩下最后2个月了。等我们的生产线一旦改了以后，生产效率一定能最少提升2倍。等我们厂的单子接得越来越多了，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的。听陆顾问的，加油干！加油！哎，你去那边啊，把那个干一下啊，咱们去那边。给。Hey, what you doing to me, babe? You're so sweet to me. You're my sticky, put me fast asleep. 往哪看呢？没什么。秦厂长今天穿得很特别，特别的有气质。不好了，厂长，陆顾问简直欺人太甚。孙师傅，出什么事了？财务部那帮蛀虫竟然不肯批我们生产线的改造经费！什么？哟，秦厂长、方总工、陆顾问，这么多人呢？赵科长，这笔经费为什么不批？秦厂长呀，不是我不给您批，您瞅瞅，这3万多块钱，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咱们厂里的财务制度有规定，这超过1万块钱的支出要提前1个月进行申报。你们这是临时决议的，这不符合规矩吗？你说是吧，秦厂长？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吗？赵科长，这是军令状，是上级保密机构的任务。王总工，上级的任务重要，但咱们厂里的规章制度也同样重要吗？赵科长，你这分明是故意刁难。走你那套流程，整整需要2个月，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孙工，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怎么能叫故意刁难呢？我这分明是遵守厂里的规章制度嘛。秦厂长，您说是不是？
现在规矩够了吧？赵科长，这上面有我的签名，还有印章，这就是军事特别调令。我命令一切流程从……可发呀，那个秦冷月太年轻没根基，你只要想办法坏了他的事，他这个代理厂长肯定干不成。到时候，秦厂长，您只是个代厂长，我这说破了天也不怕跟您说，我也是遵守咱们红星军工厂的军工制度。您呀，就别在这白费功夫了。赵科长，您这电话能借我用用吗？打呗。得罪了马主任，你们还能搬来什么救兵？喂，哎，陈长官，我是陆云，是陆云同志啊，是陆云同志啊。怎么突然打电话过来啊？是变速箱的生产线遇到什么技术难题了吗？报告陈长官，我们技术上呢很顺利。我呢是向您汇报一下我们目前的流程状况。就是目前呢，预计生产线计划呢马上就要突破提速了，从原来的120小时呢提升到40小时。什么？40小时啊？效率提升3倍！陆云同志，你可真是给我带来天大的惊喜啊！就是什么？有困难就说。就是咱们财务汇报这块会比较的慢，一笔3万元的订单呢，可能走完所有流程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你也知道，咱们这个项目本来就时间紧，任务重。放屁！什么流程要2个月？哪个是负责人？把电话给他，这是军令，看我今天不扒了他的皮！赵科长，陈长官找您。秦厂长，陆顾问，这不关我的事儿，是工业司的马主任让我这么干的。马坤，陈长官，有人要蓄意破坏咱们的军工生产路线。反了，这是吃了雄心豹子的。这件事我一定生产到底，你们放心生产。我看谁还敢使绊子。好，保证完成任务。赵科长，这钱现在能批了吗？能批，我现在给你批啊。拿来吧你！我们走。哼。嘿嘿嘿，痛快，真是太痛快了！我相信啊，他们做梦都没想到，陆顾问你一个电话能捅到陈长官那里。对，这帮蛀虫就该这么治。现在经费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时间的问题了。我们必须立刻进行生产线改造，马不停蹄地投入生产。上级领导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出于对我们的信任。这笔订单我们必须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是，保证完成任务。太厉害了呀！这看一下，我们家可真终于来了啊！这叫的太期待了，参数肯定能成功啊！好，是这样，太厉害了。秦厂长，陆顾问设计的这条生产线呀，不到半个月，我们首批200台变速箱生产交付任务就要完成了，还不能松懈。等到所有订单完全交付，我们红星工厂才算真正活下来了。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厂长，我刚收到一份从部里发来的加急传真。极限对比测试。上级刚刚发来通知，对于我们自主研发的高精密变速箱，部里有部分领导持保留意见，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临时增加了一项极限对比测试，要求我们红星厂的变速箱与德国进口的克虏伯变速箱进行一场同场竞技。什么？厂长，这哪是测试，这就是羞辱，就是丢的。没错，我们的订单都要快生产完了，马上就要交付了。这个时候突然增加对比测试，这不是耍流氓吗？这些测试项目都是用来测试反统系统理论值的。别说我们，就算是德国人克虏伯，他们也不能100%保证完成啊。我看呀，他们就想憋着劲儿，在我们交付之前刁难我们，让我们出丑。要我说，我们不比，我们直接找上级领导要个说法。对，要个说法。厂长，陈岩长官的电话。那厂长，陈长官怎么说的？是不是取消了那个无理的测试啊？陈长官说，这次比赛我们必须参加。
而且一定要赢。这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技术测试，更是一次路线之争。路线之争？对，一次关于国内军工业以及高端制造业到底是买不如造，还是造不如买的路线之争。这还用争吗？这些西方人，他们恨不得一颗螺丝钉都不卖给我们，我们拿什么买啊？咱们有自主研发的技术，就不用看他们脸色了，这还需要讨论吗？咱们国内啊，有些专家那打心眼里就瞧不起咱们的自主技术，他们觉得花费人力物力去自主研发，那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反倒觉得向西方透露出足够的真诚，就能换来技术支持。狗屁！我们还怎么表示诚意？给他们跪下吗？所以这次我们有不能输的理由。如果我们输了，我们不仅仅会失去这200台变速箱的订单，我们红星工厂也会面临撤材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路线将被彻底否定，以后永远受制于人。所以这次我们必须要赢。我们跟他比。对，比就比，我们反正是从无到有，光着脚不怕穿鞋的，我们跟他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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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3天之后我们去测试场参加比赛。陆顾问，快看！你快看，这就是装载了咱们红星变速箱的装甲越野车，真威风啊！克鲁伯代表团到了。苏文斌，冷月，我们又见面了。也就你们这些没有见识的乡下人，才会把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当成宝贝。你来干什么？在下不才，正是这次克鲁伯代表团专家顾问。哦，对了，这次对比测试能找上你们这个小小的红星厂，也是让我们家老爷子出面办的。你说什么？苏文斌，你真卑鄙！冷月，眼光放长远一点，你不往外看看，怎么知道那些国际视角？怎么知道高层眼光呢？啊，你看看我，人家国外的技术就是先进，跟他们搞好关系了，不就什么都有了？干嘛和自己过不去？因为跪着是求不来尊严的。我们华夏的技术必须也必然要追求自主权，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才不会受制于人。既然陈长官来了，那您先忙，我失陪。秦厂长、陆顾问，抱歉，把你们牵扯进来了。这次的路线之争，本与你们无关。首长，红星厂作为军工企业，理应责无旁贷。各位来宾，各位专家，一线对比测试即将开始。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第一项测试，加速 F1，主要测试变速箱在连续加速下的稳定性与动力连接性能。克鲁伯代表队用时1分56秒。陈长官，看来德国的变速箱技术还是名不虚传啊。别担心，我们的不比他们差。死鸭子嘴硬，人家这是世界顶尖的技术，就凭你们一个小厂手做出来的东西，能跟人家比吗？是吗？你看。不可能，这不可能！陆顾问，快看，我们的车经过连续 S1 的时候完全没有减速啊！
蔡主任，看见了吗？这才是我们华夏战士应该驾驶的装甲越野车嘛！哈哈哈哈哈哈！红星代表队用时1分46秒，本轮红星代表队获胜。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整整提速了10秒啊！别高兴的太早，还有2场，谁胜谁负犹未可知。第2项急速爬坡，有请双方车辆做好准备。这怎么可能啊？哎呀，苏国伟，这就是你们所说的世界顶尖的发动机呀！这上个坡都熄火了，我看也不怎么样嘛。你们不是向我保证吗？绝对会赢的。陆云，太好了！只要我们的越野车能够成功爬上顶坡，我们就赢定了。老蔡啊，看起来这第2轮测试的结果也毫无悬念了嘛。小张，你怎么开的车？哎呦，真是遗憾，太可惜了，马上就要赢了，还是失败。这不能算，这根本就是人为造成的。方总工，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事实就是你们的车连坡都没爬上去。说怎么回事？报告社长，是我自己操作失误。操作失误？我看你们根本就是串通好的。秦厂长，说话要讲证据，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我们得讲究客观事实，是不是？双方均未完成，根据规则，先出场方失利，判后出场方获胜。本轮克鲁伯代表队获胜。现在我们1比1打平了，不过呢，你们的车已经坏了，还怎么比决定胜负的第3轮呢？啊！请红星代表队提供有效参赛设备，如果无法提供，本轮测试将由克鲁伯代表队直接获胜。难道红星厂真的没有希望了？我宣布第3轮克鲁伯代表队。等一下，臭小子，你疯了？难道现在想把车修好？看这样子，怎么着也得需要3天。你难道让所有领导等你3天吗？1小时，我只需要1小时，这个车我就可以修。欧云，赛场无戏言，你确定1个小时能修好？我确定，这个车的主要系统并没有坏，主要是有一根轴承断了。你们把这个车挪到旁边那个修理架上，我只需要1小时就能修好。修不好的话，我甘愿受罚。陆云，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站出来的，又是你。保卫科到，全体都有。手搓高精密传动轴，这怎么可能？手工制作高精密零件？陈长官，你是不知道啊，陆云同志来红星厂的第1天就手搓零件的技能啊，就折服了德国专家。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柯老师提过的那个华夏将神。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真是神乎其技啊！报告陈长官，任务完成，一共用时50分钟。
你小子从抬车到现在，一共用了不到50分钟，真是给了我天大的惊喜。克鲁伯代表队刚刚完成了测试，现在到你们了。就算车修好了，驾驶员呢？啊，这可是最高难度的机动芭蕾，可不是谁都能驾驶。陈长官，不知道您的士兵方不方便？不用，你们有更厉害的驾驶员。我来。陆羽，你还不知道吧？你们秦厂长在当厂长之前，就是我们保密机构里首屈一指的军中玫瑰。军中玫瑰？对，武术、枪法、特种驾驶，样样精通。秦冷月，你不怕他修的车有问题吗？这1个小时修好的车，要是在机动芭蕾上出了什么情况，你会有生命危险的。我相信他。这恐怕是传动系统，简直是人车合一的技能啊！这红星代表队的表现比德国代表队帅出好几条街呀！第3轮比赛，红星队胜利！秦厂长，陆顾问，我们赢了！我们赢了！赢了！恭喜你们，陆顾问、秦厂长，红星变速箱竟然在实战测试中正面击败了德国最高水平的同类竞品。这代表着我们国家工业水平又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代表部里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秦厂长，放心，从今天开始，红星变速箱的量产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红星厂不仅不会被裁撤，还将成为我们自主研发路线上的重点扶持单位。陈长官，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路线之争成功了？赢了，成功了。就在刚刚，上级领导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以后我们要全面走自主研发的路线，这都是陆顾问给我们广大技术研发同志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和标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至于你，我会将你的所作所为如实汇报给高层领导。今天开始，我们红星厂就是国家特级重点研发单位了。好！哎，大家伙儿，这可是我们陆大顾问的功劳啊！是啊，怎么还陆顾问呢？是陆国士。让我这记下。对，咱们陆顾问刚刚获得了国士勋章。好。